崩溃不是从枪炮开始的，而是从工资条开始的。上市公司北信源宣布欠薪。注意，这不是一家普通的民企，不是一家街边小厂，而是成立29年、长期服务中央机关部委、国防军工、科研院所、金融机构、重大会议的信息安全龙头企业。就是这样一家背靠体制，给中国最高层看家护院的公司，如今却连工资都发不出来。你细品，这是不是末日的信号？8月28日，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披露，北信源向全体员工下发关于薪资延期发放的通知。7月工资原定8月26日发放，现在推迟到9月30日前支付。4月和5月工资承诺要到2025年底前补发。补偿款、裁员员工的补偿金居然还要分期支付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这并不是一次性的突发状况。早在2024年7月起，北信源就开始频繁发布缓发工资的公告。员工直言，过去1年里只有1-2次工资按时到账，大多数都是延迟，越来越长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是信息安全国家队，守护中南海指挥通信的公司，竟然比小微企业还要现金荒。在很多人的认知里，北信源是不可倒的。它曾经连续16年稳居国内终端安全管理市场份额第一。它的产品信源密信是中央各大部委、军工科研院所指定的安全通信平台。它在北京、南京、杭州、西安、武汉、青岛建有6大研发中心，手握近1000项专利。它长期为两会、军演、国家重大会议提供网络与指挥安全保障。换句话说，北信源的客户就是中国权力体系的心脏。但这样一家公司现在告诉员工，对不起，工资要拖几个月，甚至要分期。这背后暴露的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，而是整个体制经济的失血。政府订单在减少，付款在拖延，项目在缩水。我们看数据，2024年北信源营收5.17亿元，同比下降24.31%，净亏损1.45亿元。2025年上半年营收1.08亿元，同比暴跌53.72%，净亏损9711万元，同比下降47.94%。换句话说，收入少了一半，亏损却还在加速。更细分的数据更可怕，来自政府客户的收入同比下降33.25%，来自金融客户的收入同比下降28.31%。请注意，北信源最依赖的就是政府客户，结果这块营收不但没稳定，反而成了下滑最快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地方政府财政已经快撑不住了。公开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已超过65万亿人民币，超过70%的地级市财政自给率不足50%，靠举债过日子。财政紧缩，首先砍的就是信息化和软件采购这种看不见政绩的项目。于是，北信源的现金流彻底断裂。北信源的故事本来带着传奇色彩，创始人林浩当年因为1988年的小球病毒，一怒之下做出第一个产品硬盘卫士，从此投身信息安全。那是中国网络安全产业的起点之一。30年后，这家护国神盾的企业却沦落到连员工工资都要靠分期支付。这背后是整个中国数字安全产业的空心化。2020年以来，政府大力扶持信创产业，喊出要打造自主可控的信息安全体系。但实际情况是，资金被层层盘剥，项目缩水严重，真正落地的寥寥无几。北信源们沦为财政幻象下的表演者，最后连自己都养不活。资本市场早就给出了答案。8月29日，北信源股价收跌1.04%，报6.67元，总市值97亿元。但要知道
2015年股市狂潮时，这家公司市值一度接近500亿元，如今只剩下不到1/5。与此同时，公司裁员不断，有员工爆料，补偿金都要分期结算，有的拖到半年才能结清。想象一下，曾经守护北京最高机密的技术人员，如今为了一笔工资，在微信群里苦苦等待财务通知，这是一种怎样的讽刺？有人可能会说，欠薪而已嘛，市场有风险，企业有起落。但问题是，北信源不是普通企业，它是中国信息安全的门面，是护国神盾，是国家部委、军工科研、金融系统都在用的指定平台。连它都活不下去了，背后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政府的钱包已经空了，意味着财政拨款在一层层缩减，意味着连体制刚需都成了奢侈品。看看地方财政的数据。根据财政部2024年统计，全国31个省份里，超过70%的地级市财政自给率不足50%，靠举债、卖地、中央转移支付过日子。2024年，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突破41万亿人民币，如果加上隐性债务，总规模高达65万亿。2025年，仅到7月底，全国地方政府已发行专项债3.5万亿，但依旧杯水车薪。这直接导致广西、贵州、云南等地多地公开承认财政极度紧张，公务员降薪、延迟发放奖金已经常态化。河南、黑龙江等地教师欠薪的新闻屡屡上热搜。贵州有基层干部无奈表示，财政是真没钱了，连电费都要分期付。现在连信息安全企业都发不出工资，这恰恰说明体制的核心命脉也在干涸。过去几年，中国高喊自主可控国产替代。2020年提出要打造信创产业，政府采购全面替换国外软硬件，全国范围内砸下了数千亿资金，号称要扶持国产办公软件、国产芯片、国产数据库。然而现实呢？北信源这样的龙头，2024年营收只有5.17亿元，规模小得可怜。大量信创项目落地后被发现兼容性差、体验糟糕，许多政府部门暗中又买回了国外软件。产业链上游核心芯片、操作系统依旧严重依赖美国。换句话说，信创产业成了一个巨大的财政黑洞，钱撒下去，企业活不了，产品不好用，最后连工资都发不出来。这不是产业升级，而是系统性泡沫。北信源不是孤立。2024年以来，中国上市公司暴雷、欠薪的新闻越来越多。恒大的员工被裁补偿分期，甚至被要求拿房抵债。佳兆业、融创总部拖欠工资成为常态。部分新能源企业由于补贴不到位，工资延迟，裁员大潮。互联网大厂2024年开始，华为、腾讯、阿里纷纷优化人员，年终奖缩水。2025年上半年，仅 A 股上市公司中就有超过300家披露半年度业绩亏损，其中不少企业背后都有工资延迟的传闻。工资条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。今天的中国面临一个致命循环：财政没钱，政府项目缩减，欠款拖延，企业收不到款，现金流断裂，工资发不出，员工没钱花，消费更低迷，经济更萎缩，税收进一步下滑，财政更没钱。这就是经典的螺旋下坠。而比没钱更可怕的是信用的彻底破产。政府承诺的采购款迟迟不付，企业承诺的工资越来越晚，银行承诺的贷款层层设限，老百姓对未来的承诺彻底失信。当一个社会的信用体系瓦解，货币就只是一张纸，工资条就成了一张废单。如果说房地产崩盘让人看到中国经济的外部裂缝，那么北信源欠薪
就是经济体内的心脏骤停。一个为中国核心部门服务的企业，代表的就是国家机器的稳定。而如今，这台机器已经开始生锈停转，员工工资靠分期，项目营收腰斩，政府客户萎缩，股价一落千丈。这不是企业问题，这是政权末日的投影。有人说，中国的崩溃可能来自金融危机，来自外部战争，来自科技封锁。但现实告诉我们，崩溃往往是悄无声息的，从最平常的一张工资条开始。当公务员拿不到全额工资，当上市公司工资拖到年底，当补偿金都要分期支付，整个社会的信息链条已经彻底断裂。北信源的欠薪公告不只是一个企业的悲剧，而是整个政权财政危机、科技幻想和社会信用破产的缩影。这一天不是未来，而是已经到来。